并重，由我代为主持新帝登基典礼。新帝既定，天下太平，此乃大清福作，万民福祉。皇上登基后，由两宫皇太后扶佑。傅离，傅离，国运昌隆。现在紧叩拜礼。叩首。傅离，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傅离。傅离，皇太后，我去。福林，福林不哭了，好不好？福林不怕啊！坏人！这没有坏人，福林，你要相信你十四叔，有十四叔在，不会有人伤害你的。我好怕！福林啊，你是不是小英雄啊？是不是小男子汉呢？啊？那么高，那么高，我怕摔下去，会摔下去的。福林，福林，不会的啊！福林，来，抱着你十四叔的脖子，来，来，抱着十四叔的脖子啊，这样就不会摔下去了，对不对？等一下呢，十四叔会把你抱到宝座上面，你不怕，好不好？十四叔就在下面，我会用手托着你的，好吗？有我在啊，不怕。那走吧。来，哎呦。十四叔，不要走。福林，不怕啊！福林，不怕啊！吾皇，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1643年10月8日，年仅6岁的福临在盛京笃恭殿登基，尊哲哲为母后皇太后，大玉儿为圣母皇太后，睿亲王多尔衮和正亲王济尔哈朗为摄政王，总揽朝政。索海留下。是。照这种势头发展下去，我大清还有安宁的日子吗？把这些逃人都给我抓起来杀了！大清不能像明朝一样出现流民，这些流民一旦聚集，后果不堪设想。如果地方官不作为，一律严惩不贷。可是这法令早在先帝做大汗时就已经废除了。政策法令当因时局变迁而行废。你是我新提拔的刑部大臣，不要有顾虑。现在，你就去给我拟定这项逃人法。摄政王英明，微臣这就去办。小人。哎，彭大人。哦，肃亲王，您里边请啊。您客气了，肃亲王。
堂叔啊，哎呀，哟，肃亲王，坐。您这真是冷清啊！你看看人家对面，啊，门庭若市啊！哎呀，我皇阿玛尸骨未寒，他就迫不及待的要启用被我皇阿玛处罚的人了。您看这索海多嚣张！先前陈妃丧妻，他让歌妓舞女到家里玩乐，刑部一处当死。还是我皇阿玛仁慈，只是免除了他的官职。但是万万没想到，我皇阿玛刚归天，他居然还升官了。你呀，少说两句啊，管好你自己就好了。再这么下去，用不了多久，那个罪大恶极的娥哲也要出来嘚瑟。摄政王，咱们的机会来了。听说李自成在长安称帝，建国大顺，关内农民军发展迅猛啊，已经拖垮了明朝最后一点实力，整个明朝不堪一击了。是，张献忠也在武昌建立了政权，而且他已经率军西进去四川了。我看他是打算凭借蜀地的艰险，想鼎足天下之势。崇祯一筹莫展，他下了罪己诏，想通过自责来拉拢民心。他号召那些个草泽豪杰之士举兵反正，可惜收效甚微啊！是他自己糊涂啊，把忠臣良将该杀的全都杀光了，现在倒想起老百姓的好了。临时抱佛脚有什么用？我看，朱明王朝的气数是要尽了。还是摄政王宏图远略，从大局着想，弃皇位，学周公，避免了一场内讧，才挽救了大清啊！如今关内打的是不可开交，只有我们大清是气定神闲，坐山观虎斗啊！摄政王，明朝四面受敌，已不可知。我们是不是应该调整战略，抓住这个有利时机，进取中原呢？进取中原势在必行，也是我们多年的夙愿。但是还要再等等。嗯，还要等啊？我们现在贸然南下，拿下北京是没有问题，但我们就会面临两面受敌的局面，不光会被明朝的秦王部队所包围，我们还要对抗李自成的农民军。你们想想看，我们这些兵力两面受敌，能撑得住吗？农民军是一支新生的力量，战斗力很强，而且过去我们从未去交过锋，知己不知彼岸，战胜他们，我们没有足够的把握。摄政王分析的有道理。我大清虽是和明朝一争天下，但这个时候南下，实际上就是在和农民军角逐。倘若跟农民军联合推翻明朝，共图天下呢？一山难容二虎，这只是一个权宜之计。我想，不光是我多尔衮容不下这些农民军，他李自成也会把我当成眼中钉的。与农民军一战，在所难免。鹬蚌相争，渔翁得利，这可是你们汉人老祖宗教我的。现在，趁明军与农民军相互绞杀之际，我们赶紧修整兵器，储粮秣马，做好一切战前准备。等时机成熟，再做大举进攻之事。堂叔，威宁堡、太子河的水利工程要重新修建了，索尼他们呈上来的奏折，您批了吗？财政经费的拨款都交由东厢房处理，我这不管。您不能不管呐！您怎么说也是摄政王，不能什么事都让多尔衮去做主吧？现在吏部归他管，兵部、户部、工部、刑部也归他管，您自己只管一个礼部，这不明摆着架空您吗？他现在不但想掌管兵权赋税，官员上任，连土木水利他也要管，这也太一手遮天了吧？多尔衮年轻啊，他爱管就让他管去呗。您这样不憋屈吗？您和他都是相同的身份，
怎么让他一个人掌大权？您自己在这当个摆设啊？现在最要紧的是，大清的吏治清明，天下太平。我多管点少管点，这都无所谓，只要皇上还在龙椅上坐着，我没什么话可说。您就不怕他有一天有野心，把小皇帝请下来，他自己坐到龙椅上吗？多尔衮是当众立过誓的啊，应该不会。再说，有我和两黄旗监管，亮他也不敢。堂叔，可玉玺现在在他手里啊，什么法令都要从他那里出。表面上是摄政王，实际上他跟一个有实权的皇帝有什么两样？豪哥啊，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啊！你呀，少操这份闲心。昨天我已让都水清吏司仔细核查了太子河堰坝和两岸水利工程的所需费用，可是跟这上面报的数字出入有点大，光木材费用一项就多报了840两。怎么回事？这是下面报上来的。你主掌工部，这些数字你不核实就报上来，是不是也太不谨慎了？尤其是这种大的民生工程，动辄就是几十万两银子。如果不严格把关，稍有松懈，下面的人就会贪赃枉法，毫无顾忌。贪银事小，可失民心事大。他们既然敢贪，就敢偷工减料。到时候水患一来，一无是处。这大水冲垮的是老百姓的安身立命之所，也是我大清统治的基础啊！拿回去，重新核算，该查的查，该厘清的厘清，不得力的人员都给我撤换，重新委派。这。好了，不哭了啊，福临乖啊，福临乖，福临乖，福临不哭。你说这孩子这么哭下去可怎么办呢？嗓子都哭哑了。上次凤凰楼之后就这样，有一点动静就害怕。太医都说了没有办法。福临乖，不怕。福临乖，福临不哭了啊。福临乖，额娘在。摄政王，云哥，你有什么事吗？皇上哭闹了一整天，两位皇太后实在没有办法，心疼的不行，所以想请摄政王。我去看看。我来试试吧。来，我不要，不要。好了，额娘报啊，额娘报。这孩子的经济之症，每个治，可怎么办呢？四爷来了。多尔衮。啊。福临，你看谁来了？福临，你看谁来了？啊，嘿呦，来，嘿，给十字叔抱抱，十字叔抱抱。十字叔，我怕。福临不怕啊，有十字叔在啊，福临什么都不用怕。多尔衮，刚才呀，福临一直哭闹个不停，我跟玉儿都已经哄了半天，他就是不听。现在倒好了，你一来，他就不闹腾了。孩子在凤凰楼那回啊，还是被吓着了，毕竟还是个小孩子嘛。福临，你以后可是小男子汉喽，不能因为一点什么小事就哭鼻子啊。十四叔，你带我去骑马吧。骑马？福临，你十四叔还有很多政务要处理，没时间陪你骑马。不好，我就要十四叔带我去骑马。好，十四叔带你去骑大马，好不好？多尔衮，你还有很多事要处理呢。没事，我回来再处理吧，大不了晚点回去就是了。啊，福临，你看你十四叔对你多好。我喜欢十四叔。好了，走了，十四叔带你去骑大马喽。慢点儿。哎。
14爷，哥哥让我给您送点宵夜来。辛苦你了，苏沫儿。哥哥说公务太重，让您保重身子，不要熬得太晚。我知道的，你回去告诉玉儿，让她放心。这件斗篷是哥哥亲手缝的，天冷了，您回府的路上风大，哥哥让您把这个披上。那我先走了，您等下也早点回去休息吧。好的，苏沫儿，谢谢你。玉儿，这是你的一片心，我懂，我全都懂。我们苦熬苦等，连老天爷都怜悯我们了。玉儿，等八哥的丧期一过，就该为我们自己的事情做打算了。我不想永久的等下去，我会用尽一生的力气守护你。我要让你真正的成为我的女人，我要让你全部的一切都属于我。皇上，皇上，咱回后宫吧，别去崇政殿了。洪大人讲的也有道理。那范先生，你看呢14叔。哟，皇上。摄政王恕罪，皇上非要来找您，奴才也拦不住啊。哎呦，皇上，是不是想14叔了？14叔，你陪我玩陀螺。皇上，14叔现在有点事情要忙，让小瘦子陪你玩好不好？不，我就要14叔陪我玩。皇上，摄政王正忙着呢，咱们回去别打扰他了，好吗？不，我就要14叔陪我玩，我喜欢14叔陪我。好，皇上，我们这样吧，你让小瘦子就陪你在门口玩，等我忙完了事儿，我就过来找你，好不好啊？好吧。走喽，出去玩喽。哎，这孩子。摄政王，皇上也不小了，该给他请个师傅了。这么玩下去可不行啊！不是有圣母皇太后的教导吗？圣母皇太后的确是博古通今，饱学有识，现在可以教他，往后后续恐怕就跟不上了。皇上非寻常家的孩子，必须治州万物，满腹经纶，将来才能扛起治国的重任呢。对呀，是啊，按照汉人的风俗，6岁启蒙已经是够晚的了。好，洪先生，您本来就是太子太傅，这教授皇上一事就委托您筹办了。臣定当遴选博学明经之儒士，朝夕论讲，及时典章。哎，循序渐进就可以了，太深奥了，恐怕小孩子也接受不了。记住啊，要满汉文化同时教，不能只教授汉儒之学，不然我们满洲老祖宗那一套就全都丢了。这摄政王大驾光临，俄者有失远迎，请恕罪。你什么时候学会汉人那一套繁文缛节了？好久不见，过得还好吗？托摄政王的福，俄者这些年闭门思过，读了不少圣贤书，好得很。来，布尔明，布尔明，快给你叔公磕头。摄政王叔公万岁！这话可不能说。都是下人在乱嚼舌头，让孩子给听到了，还请14叔恕罪。童言无忌，罢了。我这次来的目的，想必你也清楚，请摄政王明示。阿哲，你是我大清的一员猛将，如今明朝已经陷入内乱，等他们内斗的差不多了，我就要挥师入关，完成我复韩和先帝未竟的大业。到时候，你得帮我。承蒙摄政王不弃，阿哲愿追随摄政王，成为摄政王的马前卒，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好，有你这句话，我就放心了。快起来！现在大清我说了算，你也不用闭门不出了。我赐你令牌，你可以随时进攻建武。多谢摄政王。摄政王有令，所有唐人杀无赦！
他公然废除先帝的法令，弄得人心惶惶的。您不能坐视不管呐！难道你还没看出来吗？多尔衮这是在立威，啊，随他去吧。堂叔，您怎么这么软弱？您怎么说也是个摄政王，凭什么颁布什么法令都由他多尔衮一个人来定？贝勒贝子们参政议政的权利也被废除了，他这是司马昭之心呢。贝勒贝子，这不都是下放到下面去管理政务了吗？县官不如县管，这对他们也都是有好处的嘛。豪哥呀，你呀还别不服气。多尔衮呢虽然专横，但是他的这些法令，对大清还是有好处的。堂叔，我真的是服了您了。多尔衮他这么晾着您，您还替他说话？哎呀，皇上羸弱啊，需要强势的统治。待日后他亲政了，这一切不都恢复正常了吗？豪哥呀，你呀就少操这份闲心，去吧。不行，只要是逃人，必须严办，此事没有情面可讲。玉儿，圣母皇太后，参见圣母皇太后。免礼。摄政王，听说你颁布了逃人法，还对逃人格杀勿论。不错，近日受少数别有用心之人的蛊惑，大清境内确实出现了不少逃人。他们有的聚集山林，杀人越货；有的强行乞讨，扰乱治安。此风必须立即遏制，否则我大清秩序何在？你什么时候变得这么残暴了？你知不知道，我当年可是冒着杀头的死罪，才请先帝废除了这法令。你这样大开杀戒，你考虑过后果没有？臣等先行告退。两位先生不要走，你们都是大清的重臣，你们也来说一说，这逃人法到底是该颁布，还是让它永远的成为历史？你们但说无妨。臣以为，这逃人当抚不当押。逃人之所以成为逃人，皆因为不堪忍受主人的欺凌，走投无路，才铤而走险啊！不错，臣也以为，百姓们只要有安居之所，他是不会去做流民的。你杀了这么多人，想立威也够了吧？该收手了吧？我这么做也是为了大清的安定啊！攘外必先安内，否则我如何团结大清臣民，共伐明朝？安内当服，不可暴力镇压。太后仁慈，摄政王，您看，既然太后不赞成，那洪先生，你跟范先生一起想个解决的办法，只要不再出现逃人就行。要避免逃人，必须从根源上来抑制。两位先生刚才也说了，之所以成为逃人，这根源就在主人的身上，只需严令主人善待奴仆。如果再出现逃人的话，就对主人严以惩罚，施以罚金、鞭笞、抓捕等惩罚，依程度来加重。如此一来的话，就没有主人敢对奴仆进行随意的欺凌。这样一来，他们还会逃吗？处罚主人？大清那么多法令都是针对老百姓的，这也太不公平了吧！不仅如此，我还要在后宫设立告苦局。告苦局？各宫滥用私刑，导致太监和宫女非正常死亡的，一律要严惩。还有那些任意欺凌宫女和太监的人，也要根据程度来处罚。没有规矩不成方圆。我大清要以德治国，不是以酷刑治国。圣母皇太后真圣母也，臣等佩服。好吧，那就暂停执行此令。若一切真如太后所言，再行废除。八嫂，你也在啊？今日玉儿去崇政殿了，我来问问她。今天这么早下朝，快坐。怎么，还在为逃人令的事纠结啊？我刚下的命令，朝令夕改，你让我摄政王的威严何在？还有，刚才在议政之处，你当着2个大臣的面和我针锋相对，这要传出去，你让我的面子往哪儿放？
我是对事不对人。你既然做了摄政王，就应该有这个气量。人呐，无论是帝王还是百姓，都会犯错误，知错能改，善莫大焉。这么简单的道理你都不懂？你这么做，老百姓不会埋怨你，会感激你的。好吧，反正我说不过你。你们呢，也都别争了，大家都是为了大清的政局。十四弟呀，玉儿她可是个女诸葛，先帝在时，她就已经开始批阅奏章，连范先生都赞叹她。所以呀，打仗呢是没人可以跟你比，但是要论政务，那你这个摄政王啊，还不一定能比得过他呢。难怪今天范文成和洪承畴都支持你呢。你一个人的精力也有限，考虑事情呢，难免会有失周详。所以呢，让玉儿啊，就好好的帮帮你。哎，十四弟，小玉儿怎么样了？还没醒。哎，算了，别提他了，他这是咎由自取。总归是我亏欠小玉儿。玉儿，你也别太自责了。小玉儿，她从小的性格就是这样，要怪就怪她自己可怜。十四弟呀，你呀，多抽出一点时间陪陪她，跟她说说话，也许她就醒过来了。王爷，怎么样了？去吧。小玉儿，是我害了你，你跟了我这么多年，没想到竟落到这步田地。对不起，可这么多年了，你还是不明白，我的心里只有玉儿一个人，你何苦总是给我增添烦恼，也让自己不开心？你相信我，福林不是我的孩子。那是八哥和玉儿的孩子，是正宗的龙种。你不知道，当我得知你怀了我的孩子的时候，我多高兴！不孝有三，无后为大。我多尔衮，大清的摄政王，竟然是一个没有子嗣的人。也许这就是上天对我的惩罚吧。乌云那王妃病重，日夜思念圣母皇太后，想见您最后一面。王妃恐怕拖不了太久，所以派属下日夜兼程奔赴圣京报信。你即刻快马加鞭回去禀报王妃，我一定要去看我儿媳，待我稍作安排，今晚就赶赴科尔沁。是。哥哥，我陪您去吧。跟我去一趟庆宁宫，我跟姑姑说一声。姑姑，那福林这2天就交给您了。你放心吧，我会好好带他的。况且现在洪先生已经给他请了师傅，日夜教习，我只要看着点就行了。只是你要多带些人呢，路途遥远，你可千万要小心呢。
姑姑您放心吧，我会注意安全的。回头帮我跟多尔衮说一声，我来不及跟他道别了，我要马上启程。放心吧。啊，路途遥远，可一定要注意安全。放心，姑姑。额吉，玉儿，我的玉儿，你回来了。额吉，玉儿回来看您了。额吉好高兴，好高兴，你们母子终于熬出头了。我的外孙也做了大秦国的皇上了，我也可以含笑九泉了。额吉，您会没事的。不，额吉要去陪你阿瓦了。我和他分开快20年了，我想他了。你阿瓦走了，你欧乌哥走了，现在该是额吉走了。额吉，你会没事的。玉儿，你是我们科尔沁草原的金凤，你的光芒照亮了我们草原。我多想看看我的皇帝外孙，可惜没有机会了。额吉，我这次出来太着急了，没来得及把符令带上。见不到，就让我留个念想吧。玉儿，额吉本来应该给你磕头下跪的，额吉老了，没力气了，你原谅额吉吧。额吉，你别这么说，你是我的额吉，永远永远都是。你看，是金凤，终究是金凤。我无云娜这辈子最得意的、最出息的、最宽慰的，就是生了你这么个女儿。我去见你阿瓦，去见波尔基吉特家族的祖宗，我脸上都是有光的。玉儿，你欧乌哥说的没错，他庞大的野心，也是我们科尔沁的野心，终于实现了。玉儿，是你让爱新觉罗家族将永远流淌着蒙古的血脉。额吉，额吉，额吉，你醒醒啊，额吉！十四叔，关内来的急报。天助我也！我终于等到这一天了。快，让范文成和洪承畴即刻进宫到东厢房议事。这，回来，把祖大帅也找过来。明白。明朝灭亡了。李自成3月19日攻入北京城，崇祯皇帝在眉山上吊自尽了。朱明王朝270余年的基业，居然坍塌在一群农民手中了。为君之道，必先存百姓啊！
明朝腐朽不堪，父王也在情理之中啊。北京城破之前，你那个外甥吴三桂被崇祯急召秦王，他弃宁远程而去，援师北京。如今，除了山海关，已经没有什么可以阻挡我们了。我看，我们应该立即把后面的事情报。苏大人，您的一封急信。不可能啊！怎么了，苏大人？那个吴三桂居然降了大顺军。看来是到了和大顺军大干一场的时候了。范先生，在。立即召集各八旗旗主到崇政殿来，事关大清未来的命运，把皇上和两宫太后都请来。这。启禀太后皇上，刚接到军报，明朝被李自成灭了。以微臣之见，现在正是逐鹿中原的好时机，我大清可借此机会，要火速出兵。哼，你以为打仗是儿戏啊？说出兵就出兵。你们吵什么吵？让范先生把话说完。李自成攻占北京，崇祯上吊自尽。不错，我和范先生、洪先生还有祖大人已经商量过了。这正是我大清入主中原的大好时机。我决定请大清八旗大军择日出征。瑞亲王，既然你已经决定了，还来找我们干什么？现在八旗如果出发了，要是有人趁火打劫，端了我们的老窝，你是想让我们有去无回吗？豪哥，你要是胆小怕事的话，把正蓝旗交出来，我替你打。哼，你觉得你能指挥得动我的正蓝旗吗？别说正蓝旗了，就算是两黄旗，现在有多少人愿意去，还说不定呢。图尔哥，你说是吗？肃亲王言之有理，出兵之事还需慎重。李亲王，你的意见呢？这的确是个好机会。不过李自成占领北京，又有吴三桂的投靠，士气正旺。如果我们贸然入关，不但会引起他们的强烈反抗，明朝各地尚未投靠李自成的人也会调转矛头，一致对外。依我看，李自成也好，吴三桂也罢，都不足为虑。最重要的是明朝的百姓，汉山易，汉民心难。不过李亲王所担心的也不是没有道理。大清为明朝的敌国，贸然入关，肯定会引起明朝各派势力的反弹，会对我们不利。皇太后英明。什么皇太后？你……不过出兵是肯定要出的，关键是师出有名。皇太后，您一会儿说不要贸然出兵，一会儿又要出兵，您到底什么意思？这打也不是，不打也不是，这到底怎么办啊？很简单，我们出兵的旗号可以是复仇、荡寇、安民。复仇是为了崇祯复仇，而为了大明复仇。我们要告诉大明的百姓，大清虽然是大明的敌国，但是也是邻国。邻居的子弟以下犯上，弑父夺位，我想任何人都不会置身事外的。太后英明。太后英明。玉儿，多尔衮，这是我从科尔沁神庙里求来的护身符，它会保佑你的。玉儿，我相信你，我相信你一定会赢的。你放心，我必须得赢，我一定会改写大清的历史。这是我第一次能来给你送行，也是我第一次
能看着你出征，能毫无顾忌的去牵挂你。你给我听着，你必须要活着回来，完完整整的，毫发无伤的回来。你放心吧，我一定会回来的。我发誓，我一定会攒足这份聘礼的。等我凯旋那天，我要你做我的新娘。将士们，这是一次决定大清未来的出征。这次出征和历次入关截然不同，我们的目的只有一个：进取中原。此战将改写大清的版图，将决定大清的未来。站在我面前的满洲八旗、蒙古八旗2/3的力量，还有汉八旗的全军。无论是我富汗时代还是先帝时代，都从未用过如此众多的兵力。诸位，大清的命运就交在你们手上了。我们要打的不是一场保卫战，也不是一场攻坚战，而是一场以我们父辈的理想为旗帜，以先帝的憧憬为勇气，打一场大清的蓝图和梦想之战。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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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摄政王，急报！摄政王，什么情况？吴三桂回山海关了，说是陈圆圆被李自成的大将刘宗明给睡了，吴三桂的老父亲也被刘宗明给抓起来了。这回，我那外甥绝对不可能投降李自成了。北京城在闹瘟疫呀，李自成也朝山海关赶来了。他是想灭了吴三桂，还是想招降呢？我们一定要把吴三桂争取过来。祖大人，您以本王的名义给吴三桂写封信。高总兵，湘勇组织的怎么样了？士绅马维西、吕明章等人组织了1万多人，他们虽然都不是正规军，但手上也都有武器，愿意跟我们一起守城。好。平西部，李自成和多尔衮都派人给您送信来了。这么巧？我呸！兵部尚书，我稀罕这头衔啊！这李自成也太小看我了。我要的可不是这一顶顶官帽。多尔衮，看看这多尔衮给我封什么？多尔衮一向奸诈，这会不会是他的权宜之计，让我们和李自成火并，他好坐收渔翁之利？我吴三桂就这么好糊弄？这2支部队兵临城下还有些时，你们俩把这山海关给我布防好了，要让他们知道，吴三桂可不是吃素的。哼！母后皇太后，圣母皇太后，这是昭陵的平面图，基础部分去年已经开始动工了。这个规模会不会太宏大了？这是睿亲王亲自同意的。他说，先帝戎马一生，励精图治，其身后的陵墓要彰显其一生的功绩，体现皇族的气派。可是这大清刚刚建立不久，会不会太劳民伤财了？母后皇太后，我倒觉得多尔衮这次总算做了一件有良心的事。我皇阿玛生前待他不薄，要是他把我皇阿玛的陵寝修得寒碜，我跟他没完。玉儿，你的意思呢？姑姑，我觉得这不仅仅是一座墓碑，更是先帝的功德碑，也是我们爱新觉罗家族的丰碑。这座丰碑不仅告慰着先者，以后也更能激励着后者。以后的子孙，只要望着这丰碑，
就能知道祖先的丰功伟绩，也就知道自己身上的担子了。你说的也有道理，郑亲王，那就按照这个图纸去办吧。这，前线有消息了吗？哦，睿亲王已经出发了4日，如果沿途顺利的话，现在应该已经到了大凌河附近。蒙古八旗由乌克善亲王带领，已经赶到了大凌河。老鼠去挠猫的样。本来大顺军没想动关外的，只是他多尔衮自以为是打了一把。这要是惹怒了李自成，那还不是惹火上身吗？人家率领100万大军，我们有多少人？连零头都赶不上。先帝在的时候，不是也一直打到关内吗？那还不是因为我皇阿玛在。多尔衮的实力跟我皇阿玛比，真是山中无老虎，猴子称大王。是啊，臣也担心，万一这战事不利的话，盛京现在只有这些老弱病残守着。如果农民军打过来的话，那我们恐怕……打哪儿来的就回哪儿去，等着被轰到长白山吗？这不是才刚出征吗？你们俩怎么说这么丧气的话？当了个摄政王嘚瑟的不行，这次出兵跟打了鸡血似的。我看我们大清啊，早晚要毁在他的手里。现在大明刚亡，农民军的政权尚未稳固，关内乱作一团，这才是我们有机可图和大有作为的时候。要是等以后农民军的政权稳固了，我们再南下，就错失了最好的时机，那才是以卵击石。那我们就守住关外，不是很好吗？等吴三桂一撤军，我们就可以轻而易举地拿下山海关以北的大片土地，别弄到最后人心不足蛇吞象，活活的被撑死。豪哥，你不要忘了你皇阿玛的雄心和梦想，偏居于关外一隅，绝对不是你皇阿玛的蓝图。哟，现在倒想起我皇阿玛来了，鬼才知道，在我皇阿玛生前是谁天天在心里咒他死。豪哥，你说话有点分寸。就是好哥，我们今天是跟两宫皇太后商量先帝陵寝的事，别岔开话题。玉儿，你不要往心里去。豪哥，他是记恨福临登上了皇位，所以他才口不择言的。姑姑，你不用担心我，嘴长在别人身上，我也奈何不了。爱说说去吧。你能这么想，那就好了。姑姑，对于多尔衮的这次出征，虽然我们是支持的，但是还有不少人不明真相，散布悲观的情绪，造成整个大清国人心惶惶。我在想，我们2个人明天带着福临上朝，表明我们的态度，这样那些朝臣们就不会认为是多尔衮擅自做决定了，而是为了完成先帝的夙愿。有皇上和两宫皇太后的支持，应该会堵上那些反对派的嘴。玉儿，还是你想的周到啊。姑姑，不管多尔衮在前线的战事如何，我们在后方一定不能拖他的后腿。我们应该全力以赴地去支持他，不然前线的战士为大清浴血奋战，后方的人却放冷箭，这多叫人寒心呐！是啊。睿亲王秉承先帝的遗志，率领8旗大军南征，进取中原，图谋大业。可有些人却丧志未确，非但不敢亲临前线，不把睿亲王的壮举当成是一种无畏的勇气和大清的荣光，反而散布一些悲观亡国的流言，搅得举国上下人心惶惶。今天我和母后皇太后亲临朝堂，就是要遏制这种流言，激励士气，扬我国威。前线的将士是为了我大清浴血疆场，戎马肆意，他们从来都没有退缩过，也从来没有懦弱过。他们是大清崛起的希望，也是大清屹立的战魂。我大清国的每一寸土地都是8旗子弟用鲜血染红的，每一方山河也都是大家用命换来的。先帝驾崩，9阿哥继位。我知道你们中间还有很多人不服，论资格，论贵胄，福临的确不是最佳人选。但是既然命运让
让福临坐上了这个皇位，又有2位摄政王全力辅政，大清的格局就不应该动摇。先帝在时，我们能够团结一致，戮力同心；先帝走后，我们照样要和衷共济，众志成城。因为大清是人人的大清，是百姓安身立命之国，是众生休养生息之地。诸位都是大清国的开国之臣，请不要忘记你们肩上的责任。现在还不是我们贪图安逸、守成享福的时候，而是为了天下苍生谋得出路、谋得太平的时候。所有的统一、天下大治，都是要通过一个王朝的崛起来完成。现在历史将使命赋予了我们大清，我们就不能做退缩者，而应该勇敢地扛起这份责任。我相信睿亲王也明白这份责任，也明白他肩上的重担。他所做的一切，不是为了他个人，而是为了大清，为了天下的百姓。参见摄政王。明天我们就要过大凌河了。我在想，我们是按原计划绕道蒙古，从喜峰口翻长城直逼北京呢，还是改变策略，一鼓作气直接杀到山海关？山海关万万去不得，山海关乃是万里长城第1关，地势险要，依山傍海，固若金汤。我们这个时候去跟吴三桂的关宁军硬拼，他不值当啊！可李自成已经率领10万大军奔赴山海关了，二虎相斗，我们不是正好坐收渔翁之利吗？可是吴三桂这个人狡猾多变，阴晴未定，诡计多端。据我得到的消息，他已经派他手下高选带着几个人去和李自成谈判了，而我们派去的人到现在都没回来，会不会被吴三桂给杀了？是啊，还是小心一点为妙。李自成此去，伐吴的决心不大，还是重在招降，不然他也不会把明太子朱慈朗和永王、定王以及吴襄带在军中。他是想以君父之德感化吴三桂啊。摄政王，吴三桂要是和大顺军联合，我们这个时候赶到山海关，正好撞到他的炮口上，这风险太大了。左大人，你的意见呢？我很赞同洪大人的意见。我们可以绕道长城，从密云直下正南，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包围北京。若是大顺军与吴三桂开打，那是最好；如果他们不打，我们也已经占领了京畿要地。就算他们杀过来，我们也早已做好了防御措施。据探子来报，眼下北京城正在闹瘟疫，而且闹得很凶。如果我们直接杀过去，这场瘟疫怕是躲不过去了。这还没等李自成反扑过来，我们就全都趴下了。摄政王分析的也有道理。以现在大顺军和吴三桂的实力对比，一旦火并，大顺军胜出的可能性更大。那时候，李自成若是折回来，再加上他陕西部队的增援，那我们可就两翼受敌了。哥，吴三桂的副将杨生派人来送信，他还特意交代把这把匕首作为信物，亲自交给祖大人。那杨生我记得，的确是吴三桂的手下。没错，这是吴三桂的随身匕首。我身为大明臣子，农民军攻入北京，灭亡我朝。我据守边门，地小兵弱，没想摄政王垂青，三桂感激涕零。望王爷有恻隐之心，除暴减恶，救民水火。多多，叫人安排那人去休息。这。
摄政王，离山海关只有2天的路程了，为什么要放慢速度啊？是啊，哥，我们应该早点到山海关才行，赶在李自成之前占领有利地形。我不跟大顺军抢，我还要再观察观察。摄政王说的是啊，此时此刻绝不能掉以轻心。我不光要观察吴三桂的态度，也要观察山海关的形势。就让李自成先到，我慢一步，慢慢来吧。摄政王，你是想？吴三桂不是跟我谈条件要裂土分支吗？我坚决不能答应，我就慢慢来，让他急。大顺军还是淳朴了点儿，李自成也轻敌，结果被吴三桂给玩得团团转。那吴三桂想玩我，就没那么容易了。可，吴三桂哪是你的对手？任何一方都不能轻敌，无论是大顺军，还是吴三桂的关宁铁骑，都很骁勇善战。我们不能硬碰硬上去，要等待最佳时机，以最小的代价获得最大的胜利。吴三桂狡猾，但他再怎么折腾，也只不过是一只狐狸。对付他，我得要有老狐狸的脚劲儿，更要有狮王的威严，不然他还真以为我多尔衮是他请到家里来逮臣的邻居。是啊，是该给吴三桂一点压力。先把山海关的战场留给大顺军和吴三桂，让他们打，我们远远的看热闹。哼，等差不多了，我们再进去。鹬蚌相争，渔翁得利啊！摄政王，万一吴三桂见我们态度不明朗，和大顺军联合，那就糟了。因为他不但往我们这儿派了谈判代表，他也往大顺军那儿派了他的人呐。他是想一箭双雕啊！若是李自成答应了他的条件，我们不答应，他就会调转头来对付我们；若是李自成拒绝，我们出兵呢，他就会坐享渔翁之利了。想得倒美，那我们就给吴三桂来点刺激。您的意思是？伯哲在，你带一队精兵，打着吴三桂的旗号，绕道山海关，骚扰一下李自成。摄政王，英明啊！哼，李自成这个人呐，生性多疑，这么一来，他和吴三桂绝没有谈判的可能了。伯哲，我知道你早就想真刀真枪的大干一场，你不要急，仗有的打。你此番去，也算是我们出征的首战，一定要记住，不可恋战，点到为止。阿哲遵命。走。吁，报告摄政王，豫亲王率领的前锋部队已经在一片时和唐通交战了。察哈尔亲王从后面夹击，将唐通击败了。好，传令下去，大军停止前行，就地扎营。这，多尔衮，离山海关就8里地了，为什么不直接杀进去呢？再说了，都打了1天了，那大顺军和吴三桂拼得应该差不多了。前面情况不明，我不能贸然行动，万一大顺军在那里设了埋伏，我们可损失不起啊！好，全军停止前进，就地扎营。是。报，平西伯出大事了！慌慌张张什么大事？秦兵的大炮没有对准大顺军，反把大炮口对准了我们，我们的人已经死伤无数了。什么？这个多尔衮，不帮我打李自成，反而打起我们来了。哎，完蛋了！这多尔衮跟李自成，这是要把我们生吞活剥呀！哎，下去吧。是。平西伯，清军送来的信。操作不当，失误。当我吴三桂3岁小孩啊，岂有此理！平西伯，不好了，西罗城被大顺军攻下了。多尔衮，算你狠！咱们也有3、4年没见了吧？实在惭愧，当年在松锦战场没少给摄政王添麻烦。岂止是麻烦，你送给我那颗炮弹，差点让我去见了我父汗了。哎，
今天我属下误向贵部开炮，没伤着你吧？啊，惭愧惭愧，还请摄政王大人不计小人过，不要计较我过往的过错。我要是跟你计较，今天你我就不会在这欢喜岭上相见了。还请摄政王速速带兵入关。关肯定要入的，谁也拦不住我。但问题是，以什么身份？是你吴三桂搬来的救兵呢，还是那亡掉的大明朝的好邻居？摄政王的意思是，平西伯，我还是这么称呼你吧。咱们两个大男人这段时间书信往来也不少了，你就别犹抱琵琶半遮面，一来一去的玩暧昧了。坐下，直接谈条件。好，我就喜欢摄政王这直来直去的性格。只要摄政王带兵入关，剿伐流寇，我定率部进入北京，灭流寇于共。慢，你这个条件10天前就提过了，这不是我想要的。那摄政王想要的是？我想要的，在第1封信里写得很清楚，不然你也不会冒着炮火箭矢来这欢喜岭见我。现在摆在你面前的有2条路，要么你就一条道走到黑，天一亮，等着李自成把你那几万关宁军赶到海里面；要么就跟着我们大清一起干。我多尔衮有言在先，绝不食言。如果你详情，我即刻封你为平西王，你将成为我大清入关第1功臣。封赏给你的，可能没有你想要的那么多，但绝对比大顺军给你的要多得多。臣谢摄政王。好，吴三桂，从今天起，你就是我大清的平西王了。快，请进。朵朵，叫剃头师傅。这，我们满人的风俗，逢归大清者，第1件事就是要剃头。好。 1644年4月22日，清军和吴三桂联军在山海关跟李自成农民军展开决战。刘宗敏，与你这一战，我是志在必得。平西王，摄政王有令，让你大前锋立即开赴石河西，与大顺军交战。什么？哎呀，漫天黄沙，对方看不见，赶紧杀过去呀！你们为什么不冲？这是摄政王的命令，他都布置好了，你只要咬住长蛇阵的阵头，其他的事啊，你就不用管了。摄政王，按照您的吩咐，东西北3面都布好阵了。走！
聪明。多尔衮，没想到吧？兄弟们，擒贼先擒王，给我杀！小心！阿哲，多尔衮，哥，之前你救我一命，现在我还给你了。来人，快给察哈尔亲王包扎！不必了，我拿了这么多年，能跟你痛痛快快的打一场，我死而无憾。别说了，你是个英雄，你不能死。要跟我一起并肩作战的，多尔衮，帮我照顾好他女儿。阿哲，阿哲，阿哲，阿哲！玉儿，怎么了？什么事情这么高兴啊？姑姑，多尔衮打下山海关了。真的？吉尔哈朗刚刚把前线的捷报给送来。太好了，真的是太好了。这下入主中原的大门终于给打开了。多少年的梦想，
从阴明寒到先帝，2代人苦苦奋斗追索的，终于要在多尔衮的手上给实现了。多尔衮呢？啊，多尔衮应该没事吧？捷报上没提。会不会多尔衮怕我们担心，故意不报呢？月儿，你放心吧，现在多尔衮他是义军统帅，有侍卫队的，应该没有那么容易受伤的。多尔衮这个人这么要强，他会不会自己上阵杀敌啊？请菩萨保佑多尔衮平平安安，无灾无难。我已经在科尔沁许过愿望，请菩萨一定要保佑他平安。子曰：“导之以政，齐之以刑，明免而无耻；导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导之以政，齐之以刑，明。皇上，您用心点儿，跟着我念：“明免而无耻。”我不念了，我要出去玩。皇上，您将来要治理大清国的，您懂得治国安邦的道理和方法，这些都是要教您。我要出去玩。皇帝哥哥，大哥哥说要带我出去打猎，你也一起去吧？去，当然去。皇上，您不能去呀！放开我！皇上，你放开！放开他！你算什么东西啊？一个弘文院的破学士，居然敢欺负皇上！微臣不敢。皇上读书闷了，出去散散心怎么了？就你们这帮文人，能教出什么好东西来？别到时候把皇上教的跟你们一样，酸溜的要死。福林，大哥哥带你去打猎，好不好？好。走，波滚，打猎去喽！十四叔去打仗了，都没有人陪我打猎了。那以后大哥哥经常带你们打猎，好不好？好。弗琳娜，真不明白你为什么喜欢14叔啊？他可是个杀人大魔头。你问问博管，喜欢14叔吗？不喜欢。为什么？因为我额娘说14叔把皇阿玛给杀死了。不可能的，14叔很疼我的。皇阿玛真的是14叔害死的，博管没有骗你。 14叔不光害死了皇阿玛，还要害死皇帝哥哥你呢！不可能，14叔很疼我的。弗林，我是你的大哥哥，博滚是你的亲弟弟，我们怎么可能骗你呢？是不是？哎呀，你14叔这么做，就是为了霸占你的皇额娘，你呀，以后可得小心点。真的吗？我怎么会骗你呢？你呀。 是大清朝的皇帝，所有人都是你的臣民，知道吗？不但呢，你皇额娘要怕你，就连你14叔也都要听你的。是吗？我怎么会骗你呢？你是一国之君，大家都是你的臣民，只要你不高兴，就可以打人。如果有一天你14叔惹你不高兴，你照样可以惩罚他。可是14叔没有惹我不高兴啊。他那是在迷惑你。 所以才故意讨好你的。其实啊，他早就盯上你皇额娘了。你看着吧，早晚他会把你皇额娘抢走的。不会的，不会的。弗琳娜，告诉你，其实这个世界上有很多很多的坏人，知道吗？但是他们大多都戴着面具，就是为了让你难以分辨。你14叔就是一个彻头彻尾的大坏蛋，所以你一定要记住。 只有你大哥哥我才会保护你，知道了吗？皇额娘告诉我，好人不会在背后说别人的坏话的。你说14叔坏话，你就不是好人。我不跟你们玩了。皇额娘，站住！跪下！跪下！哦，皇额娘，你为什么不抱我？ 福林，你今天去哪儿了？为什么不上课？我
讨厌那些功课，叽里呱啦的，我又听不懂。傅林，这些都是谁教你的？大哥哥。王娘我，大哥哥说14叔要害我，还要把你抢走，这个是真的吗？胡说八道，这是不可能的。我也觉得不可能，可是大哥哥说的话也有点道理的。我以后只学骑马射猎，我不想成为那些酸溜溜的文人，要那个摇头晃脑的老头子。卷起铺盖回家吧，不要再当我的老师啦。傅离，我是皇上，我是天底下最有权的人，所有人都得跪在我的脚底下，我想干嘛就干嘛，谁都不许惹我不高兴，谁惹我不高兴的话，我就惩罚他。傅林，你给我听着，以后不许再和你大哥哥来往了。好的不学，既学坏的，听到没有？听到了。来，把皇上带下去。是。怎么了，哥哥？苏沫儿，以后得帮我看着点傅离，不能再让豪哥接近他。是。各位父老，摄政王昨日还口口声声说会善待我们，今天却在背地里大肆烧杀抢夺。这位老汉的女儿被一个满洲大将给糟蹋了，他老伴上去阻拦，却也被残忍的杀害了。你们说，我们能不能答应？不能！杀人偿命！各位父老，多尔衮出尔反尔，嘴上说一套，暗地里却纵容清兵做此禽兽之事，占我家园，欺凌百姓。乡亲们，让这个满嘴仁义道德的摄政王看看，他的手下做了何等的禽兽之事！你是何人？竟然煽动百姓聚众闹事，诋毁摄政王！安德海，这位兄弟，究竟出了什么事？多尔衮，我告诉你，这位老汉的女儿被你手下糟蹋了，他老伴儿也被你们杀害了。你说，我该是不该骂你？我告诉你，我们老百姓头可断，血可流，尊严绝不容践踏。满大海，马上去给我调查一下。这。老人家，我多尔衮管教不严，在这里先给你赔罪了，我一定会还你一个公道。哼，你说的好听。伊成阁，是你？摄政王，就是他干的好事。摄政王，兄弟们拼死拼活，难道就不该享受享受吗？你太大惊小怪了吧！疯子！你违抗我的军令，败坏我的名声。满大海在，把伊成阁给我拉出去斩首示众。放开！摄政王，我可是肃亲王的表弟，你能把我怎么样？王子犯法与庶民同罪，你身为大将军，知法犯法，不杀你如何平民愤？满大海，拉出去砍了！放开我！放开我！放开我！多尔衮，你也太夸张了吧！竟然为一个老百姓杀了伊成阁，得罪了两黄旗和豪阁，这犯得着吗？阿基格，你不要目光短浅。我若不杀一儆百，此风一长，那我八旗子弟在百姓眼里不成了禽兽了？我们在北京城还站得住脚？那也用不着砍头啊！啊，那顶多是革职和挨几棍就是了呗。阿基格，我可丑话说在前头，你别像伊成阁那样给我胡来，不然别怪我六亲不认。多尔衮，好，你做了摄政王，连我这个大哥都不认了。瓦齐克是那种人吗？会做出那种龌龊之事？多尔衮，我只是来告诉你，这是个机会，不要寒了将士们的心。管好你自己就是了，我怎么做，无需你来教。你也别嫌我啰嗦。
我是来给你提个醒，啊，这真的是一个机会，你对大家好，大家才会支持你。还有，他们甚至会扶你去做紫禁城那把龙椅。你给我闭嘴！你忘了硕托和阿达里是怎么死的了吗？我真是不知好歹呀！算我什么都没说。多多，你叫阿基格去查一下刚才那个年轻人的底细。哥，那调查他干什么？他敢当众诋毁你，干脆杀了干净。此人能煽动百姓的情绪，还敢当众骂我，如此有勇有谋之士，我岂能放过？难道你还要用他？以汉治汉，方为上策。1644年5月2日，多尔衮率领清军进入北京城。恭迎摄政王！恭迎摄政王！恭迎摄政王！哎呀，这李自成跑得可真快啊！啊，把整个北京城都留给我们了。哥，你看，这就是北京城，这就是傅寒一生都梦想的荆棘之城。傅寒，八哥，用尽了毕生的心血，才铺垫了今天我大清迈入北京的道路。2000里路，2代人的梦想，终于在我手上实现了。哥，你看这脚下，是通往天下的龙庭之路，这条路是属于你的。傅寒，八哥，你们看到了吗？这就是紫禁城，这就是金碧辉煌、威武庄严的紫禁城。它是我们2代人的光荣与梦想，是无数八旗子弟浴血一生的憧憬与渴望。傅寒，八哥，我会追随你们的辉煌，你们的英雄气概，策马扬鞭整个中原，定夺天下。平身。谢摄政王。为崇祯帝发丧3日，典礼浩繁，我一人胜任不了，请摄政王增派官员。谁最贤达，可以担当主持丧礼的大任呢？摄政王，左中允陈鼎可以胜担此任。好，陈鼎，我加封你为吏部左侍郎。协助杨大人筹划丧礼。摄政王，在下重疾在身，没心力，也没这能力操办如此重大的事项，您还是另请高明吧。你们大明皇帝的尸骨还未收敛，我本想明日就让全城官民奔灵哭丧，以告慰你朝皇帝的在天之灵。可现在1无谥号，2无牌位，让老百姓怎么去哭奠，怎么去祭拜？我所做的都是为了你们大明皇帝，我不是为了我多尔衮自己呀。好了，你的心情我理解，你归顺我大清难免有些勉强，想一言不发，一事不做，免得背了天下骂名。可现在最紧要的是，你们先帝要入葬为安呐！在下惭愧。你们放心，明清只不过是革故鼎新，主义志存，
明朝中央机构那一套全部保留，内阁、六部、督察院，通通给我恢复。明日，所有官员都给我回原位办公。不管怎么样，这国家还是得正常的运转下去。你们的俸禄得发，老百姓也得活下去。摄政王英明。唐叔，听说多尔衮在紫禁城登了龙椅，还重用汉官，明朝的那些旧臣们都等着他立位称王呢。你怎么又胡说八道了？我没有胡说八道，这是从关内传来的消息。消息要是不灵通，能传得这么快吗？敖阁，这些个小道消息，你呀，少听为妙。唐叔，我真是佩服您忍耐的功力。这多尔衮把您架空，拿您当摆设，您没意见。现在他要篡位为王了，您还是没意见。那您告诉我，您当这个摄政王是干什么用的？多尔衮，我早就说过，他有狼子野心。现在验证了吧？他带着大清所有精锐部队到了关内，却留下老弱病残在盛京，这不明摆着是放弃的态度吗？多尔衮这小子，永远都是把好的留给自己。这次他入关，带着8旗精锐部队，有多铎、阿济格，剩下的都是他亲信的那些大臣。他在关内捞够了油水，却把我们晒在关外，这凭什么呀？我记得，当初多尔衮要出兵征战，你是头一个反对的。我哪知道吴三桂这小子要反呢？要不是吴三桂献了山海关，他能答应吗？好了好了，怎么说都是你有道理。我说这些日子啊，你除了这个喝酒遛鸟，你是不是也该找点正经事儿去干干了？唐叔，我找什么正经事儿干呢？我现在无非就是个没兵没权还被闲置了的王爷，比唐叔您还惨100倍呢。只要多尔衮在一天，我就一天都不能翻身。唉，多尔衮，这9名大臣都劝你登基了，你怎么不答应啊？哥，我也支持你这次称帝。这北京城拿下了，收复中原指日可待，这一切全都是你的功劳。现在你江山在手，要威望有威望，要民心有民心。现在登基顺理成章，可以说我们现在已经没有任何障碍。范文成和洪承畴，并没有表态啊。他们都是皇太极的旧臣，这一时半会儿掰不过来也正常。现在凭你的威望，没有什么不可能的。在中原百姓之中，只知道有你摄政王，却不知道还有那个小皇帝。这样一来，我就是篡位。我可是立过毒誓的。哎，多尔衮，那毒誓都是哄人的，你还真把它当回事儿啊？兄弟，这无毒不丈夫。如果你觉得篡位难听，那干脆什么？偷偷除掉那个官位的小皇帝。你说什么？这样你就可以名正言顺的登基了嘛。要知道，这明朝的朱棣，他不也是杀了自己的侄儿登基的？那不照样皇帝做得好好的？行了行了，十二哥，你这个办法行不通。我哥他不是那种心狠手辣的人。哥，我看这样子，咱们啊，就以山海关为界，把关外啊扔给福临，让他去守着好了。关内辽阔的中原就归你自己，你自立为王。这样你和福临谁也不欠谁的。兄弟，这多铎说的法子也可以啊。哎呀，我知道你是心里放不下那个女人。你想想，到时候你当了皇帝，那全天下的女人不都是你的吗？你何必单恋一个呢？这说的难听一点，她现在已经是徐娘半老的人了。这姿色最美的就在江南，那到时候你后宫的佳丽无数，美女成群，你还会在乎一个半老徐娘吗？这再说了，人家已经是7岁娃的娘了。你不会懂的。
我等皆拥戴摄政王自立为君，问鼎宝座，为天下苍生谋福。大清不是你八哥一个人的大清，而是你们这些守护者、奉献者、奠基者的大清。皇太极死了，接下去就该是你的舞台了。若有一心，就是乱臣贼子，苍穹不佑，人人得而诛之。哥，把本该属于你的夺回来，把本该属于你的夺回来，夺回来！夺回来！皇位就在我脚下，紫禁城也在我脚下，一切都唾手可得。我是不是应该夺回本该属于我的一切呢？多尔衮，你不是说要把中原江山作为聘礼吗？你不是说要拿着这聘礼回来娶我吗？你的承诺呢？你变卦了，你变了。玉儿，不，我没变。玉儿，我没变卦。玉儿。哥哥，14爷已经打到北京城了，百姓都夸他是大好人。他本来就是大好人。是，14爷啊是世间最好的。那是当然了。对了，哥哥，您还记不记得18年前在科尔沁，14爷误闯进赛马场，您是怎么说的？我怎么说的？您说这草原上还能找出比他更英勇的男人来吗？一转眼，这么多年过去了，福临都7岁了。哥哥，您可别忘了，这关里头有个举世无双的大英雄，可是成天惦着您、念着您，要回来娶您呢。你这丫头，要是我呀，那天晚上我就嫁给他了。苦苦等了18年，好不容易等到了现在，还不赶紧抓住？有你这么说话的吗？我们蒙古人哪有那么多讲究啊？是圣母皇太后呀。什么事儿这么高兴？说出来让我们也乐呵乐呵呗。没什么，不过是唠唠家常罢了。我听说摄政王多尔衮进了北京城，奏乐鸣钟，程远进了乾清宫，升坐金銮宝座，接受旧民文武百官的朝拜了。有这回事吗？圣母皇太后？这不过都是一些流言罢了。所谓无风不起浪，要不然都打下北京城了，这摄政王怎么还不班师回朝啊？关内连年战火，百废待兴，我想摄政王应该有很多事情要处理。圣母皇太后，您看来是真的信任他？那是必须的。睿亲王是摄政王，我们格格是皇太后，这是大清的最高决策层。如果他们两个都互相猜忌，那大清还有太平日子吗？贵太妃，您说是不是啊？那倒也是，不过呢，我就是怕呀，这关内的大好河山，京城的莺歌燕舞，再迷了咱摄政王的双眼，他这一头扎进了中原的花花世界里，就不想着回来了。他一定会回来的。呀，圣母皇太后就这么自信呢？难道圣母皇太后的手中抓了摄政王的什么把柄不成？
这儿有他的家乡，他的族人，他的祖先。花花世界只能迷惑那些意志凌乱、目光短浅的人。摄政王他重亲戚也重责任，不会被迷惑的。哥，你找我们来有什么事啊？啊，坐。阿基哥，我让你找的那个年轻人有下落了吗？这北京城这么大，想找一个不知姓名的小伙子，难呐。哎，要不这样，在外面贴个告示。你这么做，他会以为我要抓他，那他还不跑了？你还是暗中巡访吧。好吧。我现在在考虑追剿农民军的事。北京城现在的形势相对稳定，是时候西进了。李自成虽然西逃，但大顺军的实力尚存，他们的势力分布又广，况且西南还有张献忠的政权。还有一个让人头疼的是，明朝那些旧臣在南京拥立了福王朱由崧，建立了弘光小朝廷。这些都是我们一统中原的障碍。兄弟啊，你先把这些放一放吧。现在当务之急是先坐上龙椅，等你当上了皇帝，你再来操这份心也不迟。这再说了，你当上了皇帝以后，你怎样操这份心，那都是为了你自己。可现在倒好，你在下面吃苦力，肝脑涂地，拼了半辈子，却拱手把成果让给别人，让别人去享受，你何苦呢？现在的形势，即使我称了帝，这把龙椅我能坐几天还说不定呢。你们看看李自成，在武英殿匆匆登基，当天夜里就屁滚尿流的西逃了。这样的皇帝坐着有什么意思呢？我想圆的不是一个帝王梦，而是江山在手，天下一统。哥，你的雄心我们明白，但12哥说的也有道理。你们总是劝我登基拥功自立，你们都不想一想，一定会有人不服站出来反对。豪格、济尔哈朗、两黄旗那些人，他们都不会同意的。谁不同意，就直接把他干掉。你不强硬，他们自然会拉大旗扯虎皮的。我现在没有心思对付内乱，你明白吗？关内连年征战，民生凋敝，恶表遍野。我既然入主了中原，我第一要做的就是要恢复秩序，恢复经济。我得让几百万人有饭吃，有房子住，不然，光靠我现在的这点威望也抵不住这饿肚子的威胁。这几百万人当中，保不准又会出来几个李自成。哥，你放心，有我和12哥在。别的不要说了，先一鼓作气追剿李自成，把大顺军给我灭了再说。不然给他们机会让他们卷土重来，我们可就功亏一篑了。至于弘光小朝廷，他们现在还不成气候，而且我也分不出精力和兵力来指导南京。对于江南的残民势力，我想吴三桂的一些下三滥手段还是有用的。对他们，先采取麻痹的策略，友好一点。表面上先承认他们算了，等以后有了功夫，再集中精力对付他们。反正我们入关的时候也发布了檄文，说是为崇祯皇帝发丧，为明主复仇的。所以要平定中原，我们必须因地制宜，采取武力与招抚并用的手段。对于官绅百姓，一律招抚；而对于李自成的农民军，绝不能手软。我已想好了平定的策略，先平西北，再定东南。多多，在。我命令为靖远大将军，率平西王吴三桂、至顺王尚可喜等满蒙汉军3万人西进，从山西入陕，追击李自成。撤。王爷，你来的可真快啊！您是大清国的王爷，皇帝的叔父，有救了才行，岂能让您等我？坐吧。
多谢王爷搭救之恩，早就听闻王爷卓尔不群，在下十分敬佩。好了，我们言归正传。我呢，今天请你来，是想谈一笔交易。交易？什么交易？我知道你们父子俩都不愿意给我们做事。今天，你爹在朝堂上还推脱为崇祯皇帝办丧礼。这个，王爷多虑了。你若是替我办一件事，我可以让你和你父亲回福建老家。不知王爷要在下做什么事？去盛京，杀了那个小皇帝。王爷在跟我开玩笑？你看我像在跟你开玩笑吗？简单跟你说吧，只有杀了这个小皇帝，摄政王才能称帝。在下明白了。只有杀了这个小皇帝，你好，我也好。可是凭在下一人之力，如何能进入戒备森严的皇宫，杀得皇帝？陈近南，你的本事我早已经调查清楚了。有了这些，这是什么？这里面有小皇帝的画像和皇宫的令牌和地形图。有了这些，加上你的本事，杀一个小孩还这么难吗？你没有选择，摄政王现在逼我把你找出来，你是知道的。你当众侮辱他，逼他杀了一员大将，你还想活命？过不了多久，等他知道了你的真实身份，别说你的命难保，还有你的父亲，甚至你的全家都会被满门抄斩。王爷为何不找一个亲信来做？你就不怕我会出卖你？找亲信做，万一失败，我不就惨了？你是汉人，你就不一样，你做的一切事情和我没关系。你要出卖我，除非你不顾你父亲性命。王爷果然英明啊！好，我干！陈近南，记住，进了皇宫，你只需要小心一个人，那就是小皇帝的侍卫长龙阁。啊，现在叫什么领侍卫内大臣。此人做过皇太极的侍卫长，武功高强，现在对小皇帝忠心耿耿。至于其他人嘛，就不足为虑了。龙阁，在下有所耳闻，多谢王爷提醒。范先生，洪大人，我仔细的考虑过了，我现在决定，要把大清国的国都迁到北京来。只有定都北京，才能真正的辐射中原，辖制全国。你们别这么看着我。放心，我不会自个儿先称帝的。我在先帝陵前发过誓，若有一心，苍穹不佑，人人诛之。我可不做这个乱臣贼子。摄政王胸怀伟岸，堪与周公相比肩，非常人所能及。臣等钦佩，敬仰万分。摄政王有如此气度，是我大清国的幸事啊！人呢，就活这一辈子，不必强求那些形式上的东西。如果我真的把皇权攥在手里，很可能会失去很多更重要的东西。我得带着大清，沿着我父汗和八哥开辟出的这条路，继续的往前奔呢。我要的是中原大地的每个角落，都插上我大清威武的旗帜，然后天下太平垂拱而治，物富民昌，四海升平，这才是我的梦想。摄政王胸怀远略，心怀天下，臣定当竭尽辅佐，肝脑涂地，在所不辞。好，二位先生，今天把你们召来，就是要把迁都的大任放在你们身上。我政务军务在身，只能留守北京，迁都大任就烦劳二位先生了。我知道，回到盛京以后，反对的声音一定很大，
我相信你们二位，一定能担此重任。摄政王，请放心，臣一定不负所托。好，我在北京恭迎皇上和2位太后。道之不行也，我知之也。知者过之，愚者不及也。道之不明也，我知之矣。弗林，贤者过之，不孝者不及也。人莫不饮食也，鲜能知味也。道之不行也，我知之矣。知者过之，愚弗林，给。这几天怎么没来找我玩啊？我和你打招呼也不理我。哎呀，你整天念这些知乎者也有什么用啊？你看，刚才我只是轻轻弹了他一下就倒了，厉害吧？所以说啊，治国平天下靠的是武力，知乎者也没有用啊。可是皇额娘，哎，你可是男子汉，怎么一口一个额娘呢？走，跟我出宫去。我不敢。有大哥哥保护你，你还怕什么？再说了，你是皇上，我大清的皇上，谁敢伤你？你要去体察民情，这书本里能学到什么东西？你再这样犹犹豫豫的话，我就再也不找你了，博果儿也不找你，你就变成孤家寡人了，偶尔出去没什么的。那好吧。走，走。谁打我？谁？怎么样，好玩吧？这外面的世界啊，可比宫里好玩多了。当皇上真好。是啊，但是哥哥听说，石四叔自己跑去北京城当皇上去了，不要咱们了。那也好啊，我当我的皇上，他当他的皇上。你，小傻瓜，石四叔是你的臣下，怎么可能当皇上呢？他要是当了皇上，他肯定是第一个把你杀了。杀我？真的吗？当然了，你石四叔无恶不作，什么事干不出来。当年打山海关的时候，他居然把人使臣的头砍下来挂在城门上，好恐怖的。你石四叔啊，说不定在你熟睡的时候，偷偷把你杀掉，这样就没有人挡着他，他就是皇上了。真的吗？当然，大哥哥会骗你的。小傻瓜，走，带你玩风筝去。走，哎，好玩吗？好玩。大哥哥以后啊，经常带你来玩，好不好？好。豪格给圣母皇太后请安。请安，豪格，我看你是要我寝食不安吧？皇太后何出此言？福林，赶紧给我过来！我看你是越来越不听话，连皇额娘的话都不听。皇太后，可别吓着皇上。皇上，你别怕，你才是皇上。我是皇上，所有人都得听我的。皇额娘，你也得听我的。过来，豪哥，从今天开始，没有本宫的旨意，不能随便接近皇上，你听到没有？好啊，那豪格这就回去沐浴更衣，等待跪接皇太后的懿旨。你，
我会把皇太后的旨意给所有王公大臣传阅，看看到底合不合理。浩哥，行，跟我走。大哥哥救我！反了不成？王额娘，我怕，你陪我一起睡好不好？怎么，白天不还有人说自己是皇上，连额娘都要听他的吗？王额娘，我错了，我怕14叔来杀我。什么？我怕14叔来杀我。傅林，你不要胡思乱想。14叔是这个世界上除了额娘和母后皇太后最疼傅林的人。不，大哥哥才是最疼我的人。傅林，豪哥挑拨离间，不安好心，好多事情，额娘还没跟你说呢。我不喜欢读书，我喜欢骑射打猎。等我有了这些本事，就没有人敢欺负我了。傅林，可你是皇上，你要治理国家的，你不读书没文化怎么行呢？王二娘，你以前不也教我的吗？我喜欢你教我。上书房的先生教课，我一个也听不懂。傅林，皇额娘能教你的知识是有限的。洪先生给你请的老师，个个都是有大学问的人，你要耐心点，多学着点儿，知道吗？我一读那些叽里呱啦的书就头痛。额娘，要不这样吧，等我大一些再教我治国的本领，好不好？那怎么行？我就不要读书，我要打猎，我要吃狍子。什么人？你要干什么？给我闪开！多杀女人！要杀就先杀我！给我闪开！给我让开！哥哥。杀我儿子，就先杀我吧！你就是庄妃，抱歉，在下也是受人之徒，儿子必须死！他一条生路吧，他还那么小。给我闪开！放手！哥哥，放开！苏沫儿，愣着干嘛？快把傅林抱走！苏沫儿，快！苏沫儿，快跑！什么人？娘娘。娘娘，没事吧？别管我，快追刺客！回家。不怕不怕，没事。皇上，傅林。果然是大内第一高手。
我龙阁刀下不杀无名之鬼，报上名来。我告诉你，我叫陈灭清。陈灭清。好你个贼子！你是汉人？你们勾结吴三桂，擅闯我们中原，屠杀百姓，我们大明人与你们不共戴天。亏你还算一条好汉，是李自成逼死了你们的皇帝，我们只是替你们报仇而已。而且，摄政王严令，禁止骚扰百姓。我呸！你们嘴上说一套，暗地里却干着禽兽之事，少说废话！看剑！进得了皇宫？少废话！你到底是何人？是谁指使你的？看剑！去领赏吧。玉儿，你没事吧？我没事，姑姑。到底是谁干的？敢行刺皇上，我也不知道。龙哥，禀两位皇太后，刺客的身份已经查明，是从北京来的汉人。北京来的汉人？是的。这是那个刺客临走时留下的，是郑白起的令牌。有了这块令牌，就可以自由出入皇宫。你没搞错，是郑白起的吗？千真万确。你先退下。这。等等。今晚的事，不许泄露一个字。这。玉儿，姑姑，玉儿，你能相信吗？那你说现在该怎么办？龙阁，参见太后，千岁千岁，千千岁。龙阁，不必多礼，快起来吧。谢太后。是这样，龙阁，我有个任务要交给你。太后请讲。你快马加鞭去一趟北京。北京？去找摄政王，给他带一封信，要他立即到盛京来见我。走。速去速回。太后放心，龙阁立即出发。
十四叔，龙阁求见。龙阁，给摄政王请安。快起来。谢摄政王。龙哥，你怎么来了？十四叔，侄儿告退。龙哥，出什么事了？摄政王，这是圣母皇太后让我紧急送来的信。圣母皇太后让您即刻回京。端午，你若还念着往日的一丝情分，速回圣京。这块玉佩，我从小就戴着，我把它交给你了。宫里出了什么事情？宫里到底出了什么事情？龙哥，我一直把你当兄弟，你必须告诉我。摄政王，皇上遇刺，圣母皇太后受伤了。什么？刺客临走前留下了一块令牌，是正白旗的。我明白了，玉儿一定是以为这件事情是我指使的。摄政王，龙哥，你不会也这么认为吧？我多尔衮是什么人呢？我要想当皇帝，我能干出这么下三滥的事情吗？请摄政王息怒。对，我得息怒，我得冷静。驾！驾！驾！你速去圣京，想个办法把信交给肃亲王。记住，别暴露了身份。请贝子您放心，卑职一定完成使命。驾！驾！驾！哥哥，哥哥，皇上又犯禁忌了。皇上，福临，额娘来了啊！福临，福临，福临不怕，有额娘在呢，额娘不会让任何人伤害你的。福临，走开，走开！福临，福临，有人要杀我！福临乖，福临不怕啊！走开，走啊！有人要杀我！玉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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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福临怎么样？你还好吧？皇娘，哎，福临，皇娘救我！皇娘，福临，你怎么了？你不认识我了？我是你十四叔啊！不要杀我！不要！福临，你怎么了？你不要过来，多尔衮！皇娘，十四叔要杀我，救我呀！福临乖，有皇额娘在呢啊，不怕。这是怎么了？他是杀人魔头，他是大坏蛋。大哥哥说的对，他是大坏蛋。不怕，不怕啊！皇上，走，我们先出去。
多尔衮，你知道我为什么叫你过来吗？我当然知道，玉儿。别碰我！我没有派人刺杀福林。多尔衮，你还要装到什么时候？我装什么装啊？人在做，天在看，难道你还要装吗？玉儿，龙哥说你怀疑我派人刺杀福林，我不管不顾，第一时间星夜兼程从北京赶回来。我多尔衮是什么人，你不知道吗？多尔衮，你仔细看看，这是不是你正白旗的令牌？多尔衮，你好狠呐！你竟然要除掉福林！要不是我亲身经历，就算把我人头拧下来，我也不能相信。你要想当皇帝，跟我说一声不就行了？我让福林把皇位让给你，不就可以了？你何苦要这样做？你何苦要派人刺杀福林？你看看，我的令牌在这儿。你是摄政王，令牌多的是。玉儿，这分明是有人设计，有人陷害。你想想看，我为什么要害福林？我怎么可能害福林？有没有可能？只有你自己心里清楚。我的心都碎了，多尔衮，我的心都碎了。你到底是要我相信我的感情，还是要我相信眼前赤裸裸的现实？如果我真的要害福林，我会马不停蹄地赶到这里吗？我今天还会站在你的面前吗？我不相信了，我什么都不相信了。我只知道，我曾经信任的人，他变了，变得冷血，变得残忍，变得不择手段。我寒心，我寒心。玉儿，我没变，我没变呐！你是我今生唯一的依靠，唯一的温暖，我爱屋及乌。福林也是我生命中最亲的人，他仅次于你，仅次于你啊！我怎么可能对他干出这样的事情来？你不相信我吗？相信你？你让我怎么相信你？多尔衮，你要是杀福林，就先杀了我吧。